姥姥新年快乐！彤彤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姥姥给你发红包，可拿好了，别弄丢。谢谢姥姥。那个妈，今年过年我们不准备在家过了。什么意思？这大过年的，你们还要往哪里去？我买好了明天一早飞去三亚的机票。今年我们一家要在三亚过年。早在1个月前，老姐妹们组团去三亚旅游，也想要拉上我去潇洒一把。只可惜，我因为要帮女儿照顾孩子，不得已选择了留在了家里。这下终于是可以找老姐妹们去放松一下了。既然明天就要出发，那我先去收拾一下东西。妈，明天我们就走了，你也收拾收回自己家吧。什么意思？不是明天要去旅游吗？这6张机票是我公婆还有我们一家4口的，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这是要赶我走？没有要赶你的意思，我这也是为你好。你一个人在我家，万一丢了什么东西，你也说不清。好，我知道了，我这就收拾东西去。妈，要不我帮帮你？不用，我自己可以。现在才赶回家过年啊？这人呐，还是得想开点儿，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自己活得开心最重要。是啊，自己开心才最重要。这么多年，为了女儿一家能够轻松一点，我忙里忙外，一刻都不敢休息。结果现在用不到我了，我也就成了小偷。喂，小王啊，春熙园的那套房子帮我挂出去吧，低于市场价也行，越快出手越好。宋姨，您确定吗？您这套房子不愁卖，慢慢找买家可以等个好价钱的。不用了，我着急卖，最好是能赶在这几天。好的，宋姨，那我明白了，明天我就带人去看房。这件事情就多麻烦你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老林，你走了，留下这个房子，说是给我一个底气，一个养老的窝。我怕女儿刚结婚没地方住，让他们住了进去，这一住就是8年，8年，整整8年。为了女儿，为了外孙，我把自己都活成了个不要钱的保姆，甚至还想过，等孩子们再大点儿，就把房子过户给婷婷，让她也有一份底气。你一个人在我家，万一丢了什么东西，你也说不清。可现在看来，一切都没有必要了。在有些人眼里，付出的越多，就越不值钱。做母亲的好心、牺牲，在他们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甚至是随时都要防着一手的外人。既然他们不讲亲情，那从今天开始，我也只为自己而活。昨天晚上我没在家，孩子们吃完饭没来得及收拾，您先看看房子，我去把桌子上打扫一下。这房子格局不错，保养的也确实很好，一看平时就没少打扫，再配上这价格，性价比没多说。是啊，宋姨这人很讲究，每天不怕苦不怕累的，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非常爱惜这套房子。您只管放心看，这套房子不管是从装修还是布局上，都绝对挑不出来毛病。这里怎么还放了一张行军床？跟整体装修也太不搭了吧！许老板，这在这个家里，我不仅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床都没有。当初我把房子给了女儿住，本想着帮女儿照顾完月子就走，可没想到一照顾就是3年。
你们速度快点儿，待会儿我公婆就要来这里住了，赶紧把床组装好。还有床垫你们没抬上来呢。您放心吧，就这么点活，1个小时保证能干完。婷婷啊，你们这儿新换了一张大床，之前的床实在不行，就搬到书房里去吧，正好把那张老行军床换了。妈，你怎么啥便宜都要占？那张老床早就扔了，你要真想要，过几天我再给你买个新的就好了。我这会儿正忙着呢。喂，对，我是。整整3年，我说过很多次想要换床，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换。原本总以为是他们太忙给忘了，但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罢了。许老板，让您见笑了，这是我的房间，平时就我睡在这张床上，您放心，后续这张床我会立马搬走，不会让它在这儿影响房子的整体改观。你住在这儿，可外面不是还有3个卧室吗？怎么家里人还能让你睡在书房里啊？许老板，宋姨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该不会这套房子还有什么纠纷吧？不好意思，许老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您来诚心看房子，我当然也不能瞒着您。其实这套房子是我和女儿在住，她和女婿住在主卧，次卧是留给她公婆的，还有个卧室原本是婴儿房，现在是他们养的狗在住。什么？狗都有自己的房间，结果让您睡在书房？这子女究竟是怎么当的？简直没一点人味儿。宋姨这么多年真的是受苦了。没事，早就习惯了，也想开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从今以后不会再为了他们委屈下去了。只不过，如果买了这套房子，后续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如果您能接受的话，我愿意低10%出售，您看怎么样？这房子的产权清晰吗？产权非常清晰，房本上只有我的名字。既然产权清晰，那大姐您就不用担心了。这房子我出全款买，而且不用打折，只不过越快过户越好。百善孝为先，这样的儿女就应该受教训。我先付您1半的钱做定金，至于房子过户后的事情，天塌下来了也有我担着。许老板，实在是太谢谢您的理解了。同样都是做父母的人，真的是谢谢您能理解我的处境。房子我会尽快腾出来，等房管局那边一上班，我们就去过户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好嘞，宋姨，那我们先走了。我们到三亚了，一切都好，你在家也好好照顾自己。他倒还记得我这个妈。算了吧，让他们在三亚玩得开心，毕竟回来后他们就再也开心不起来了。是搬家公司吗？对，现在春熙园3栋902，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东西打包送到建设路幸福里小区。时间过得真快，居然已经晚上8点了，也是时候去找个地方吃饭了啊。当了这么多年的保姆，任劳任怨，一天也没干休息过，现在也是时候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这家餐厅我惦记很久了，之前因为价钱太贵，一直没舍得来，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菜的味道确实是不错。妈，新年快乐！吃饭了没？我们刚吃完。今天这海鲜大餐可丰盛了。亲家母，新年快乐！你看这大鲍鱼多好，真感谢你培养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带我们出来见世面。你一个人在家也别将就，买点好的吃啊。你们都放心吧，我一个人在家也没将就。妈，您就一个人点这么多，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吧！我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什么情况？他居然敢挂我电话！你看看，他一个人在家吃的，居然比我们一家人都丰富，这多浪费钱啊！是啊，都这个年纪了，还追求什么享受？赚的钱早就该留给后代了，所以他这花的可都是你们以后的钱。婷婷啊，我估计是咱们一家人都出来了，没有带上他，妈在家里生气了。我看要不咱们还是跟他解释一下吧，不是我们不带他，是真的买不到票了。解释什么解释？他花钱大手大脚的还有理了？而且我就说了他2句，他居然就敢挂我电话。老了还这么不讨人喜欢，等这次回家，我非让他搬出去不行。好了，婷婷，先别生气了。等这次回去，你可以跟妈好好商量商量，把房子的户口过了。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哪有丈母娘天天住在女儿家的？行，我知道了，真是烦死。果然是钱花在哪里哪里好。从前总想着要多帮衬女儿，对自己一直抠抠搜搜，对他们一家却毫无保留。可到头来，在他们眼里，我花自己的钱都成了不配。服务员结账。哼，随便他们闹腾去吧。从今以后，我要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了。真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打扮过了，现在看看我也没有那么老啊。宋姨，许老板已经给房子换了新锁，房子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钱应该已经全部打到了您的账户里，麻烦查收一下。到账了，接下来我也该去好好的放松一下了。三亚，就算是不依靠别人，我自己也能去。女士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依藏飞三亚的机票，越快越好。好的，请问具体哪天？时间就选喂，妈，你还好吗？怎么前几天一直不接电话呀？你们发了那么多指责我的消息，我为什么要接电话？上赶着听你们教训吗？妈，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自从那天挂了婷婷的电话，她对我恶言相向的指责就没有中断过，还想要像从前那样让我道歉。毕竟这么多年，为了女儿能够幸福，我向来都是忍气吞声。不过他们都忘了，我虽然是一个母亲，但我也是个人，是人就有尊严。妈，对不起，那天我不该那么说你的，我当时就是太激动了，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是呀，姥姥，您就原谅妈妈吧。婷婷她好像已经知道错了，再怎么说她都是我血浓血水的女儿，这次是不是我做的太过分了？妈，你消消气，我们明天就回去了，还给你带了礼物。对了，你今天就先回家把家里打扫一下吧，等我回家顺带着把房子户口过了。毕竟我们不能一直住在一起，你以后也是时候回自己家住了。我可真是个傻瓜，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认错，不仅把我当做了免费的保姆，现在更是连我的房子都惦记上了。好啊，真是好得很啊！我去不了，毕竟万一你们丢了什么东西，我也说不清。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究竟是谁不可理喻，你心里清楚。您好，去三亚的机票您还要订吗？当然要订，而且就订今天，越快越好。拿好。
陈婷，既然你那么孝顺你的公婆，眼里都没了我这个亲妈，接下来你就靠着自己的公婆好好生活吧。怎么样，妈她回家了吗？别提了，她竟然又挂我电话，我妈最近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别动气，别动气，现在这个时间点，可千万不能跟妈吵架。是我想跟她吵吗？明明我是好好跟她说话，可她偏偏要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婷婷，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其实妈她就是仗着有套房子，所以一直瞧不起我们一家人。不管怎么样，先回去跟她好好低头认个错，把房子过户了再说以后的事情。是啊，婷婷，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房子过不了户，就她现在这个样子，以后跟我们住在一起，指不定还要闹多少矛盾呢。对，只要房子过了户，以后啥都好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真是烦死了。先回家吧，不管我妈嘴上怎么硬气，她也不可能跟我计较。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对的，妈她脾气好，不会跟咱们计较。咱们还是赶紧回家吧。怎么回事？谁把我家的门给换了？还有这鞋架，上面摆的鞋子压根就不是咱们家的。不行，门换了，指纹和密码根本用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还能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妈把门锁给换了，就是不想让我们回来。不可能，那是我妈，这里是我家，她凭啥不让我回来？妈，开门，我回来了！妈，宋雅欣，你听见了吗？哎呀，大白天的吵什么吵？这套房子前几天就被卖了，你们在这闹什么呢？什么？卖了？绝对不可能！没有我的允许，他怎么可能卖房子？看活还是事？来来来，让我们庆祝雅芬终于脱离苦海！我赞同，雅芬这次房子的事儿处理得漂亮。有些儿女啊，就是被惯坏了。雅芬她啊，苦了这么多年，早就该放松放松了。别提这些丧气话。来来来，干杯！喂，什么事？妈，你到底在发什么疯？为什么家里的大门都被换了？听旁边的邻居说，你把房子给卖了。没错，这套房子我是卖了。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春熙园那套房子我已经卖了，手续都办完了。卖了？你凭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把我们住了8年的房子卖了？妈，你疯了吗？妈，您这是做的太过分了，一声不吭的就把房子卖了，您让彤彤以后怎么办？是啊，亲家，不就是去三亚旅游没带你吗？你都多大的人了，咋还这么小孩子脾气，跟儿女斤斤计较？这大过年的，你把房子卖了，让婷婷和春健带着孩子没地方住，天下哪有你这样当父母的？你这不是诚心让婷婷难堪吗？你也是婷婷的妈，既然你觉得我这个妈当的不好，那你这个当妈的给婷婷买套房子不就好了？哎，你怎么这样说话？你宋雅芬，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在耍什么脾气，你现在都立刻给我回来，然后把我的房子要回来，别再继续疯下去。你说什么？疯？我清醒得很。还有，你看清楚，房产证上从始至终都只有我宋雅芬一个人的名字。亲家，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什么你的他的，当爸妈的财产以后不就是要留给孩子们的吗？你可别犯糊涂了。妈，我知道你这次是因为没有带你去三亚生气，不过实在是年前去三亚的机票已经没有了，我保证等年后一定带您去三亚好好的玩一放，别赌气了，回家来好吗？法律上，春熙园3栋2702是我的财产，我有完全的处置权。至于家，从你除夕夜说出万一丢了东西你也说不清那句话开始，就不是了。我那是一时糊涂，是气话。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对，孩子，你看在彤彤的份上，看在我爸的份上，你也不能这么对我们雅，我们可是你最亲的人啊。一时糊涂，
陈婷，你34岁了，不是4岁。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这大过年的，我们拖着行李，带着老人孩子，现在真的没地方去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妈！至于你爸，他要是知道他精心为我准备的养老房成了你们理所当然的家，而我住在里面却要被当成贼，我相信他也会支持我的决定。彤彤，你快跟姥姥再说2句话，快！妈，你听我说。不用再讲了，我在三亚，归期未定，你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吧。还有，别再打这个电话了。都处理完了吧？算是彻底了断了。断了好，雅芬，你早该这样了，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咱自己。是啊，雅芬，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就当是为了争口气，也得活得自在些。看看刚刚你那气势，多精神，哪像当外婆的人啊！是啊，早就该这样了，总被母亲这个身份绑缚，总被亲情和责任蒙住眼睛，却看不见自己的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不过那些都是过去式了，管他洪水滔天，从今天起，我只为自己而活。敬姐妹，敬自由，敬大海，桑老几，为了生活，干杯！宋亚芬，怎么样？你妈怎么说？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她已经不接我电话了。妈这次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呀？大过年的，难道真的要让我们带着彤彤露宿街头吗？爸爸，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熊。我就说他除夕晚上走的时候脸色不对，这分明就是看我们一家出去玩不带他，心里记恨，在故意报复我们。哎，反了天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住了8年的房子，凭什么他说卖就卖？让他滚回来，把房子给我要回来，要不回来就让他赔钱，赔我们装修的钱，赔我们这些年的……哦对，这些年的精神损失费。对，赶紧报警，必须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差一点点，这么多年了，就差最后一步，就能忽悠着那个老妖婆把房子过户给陈婷这个蠢女人。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了差错？咱们那么多亲戚朋友，谁不知道咱们一家人住在春熙园？宋亚芬一声不吭的就把房子卖了，让别人怎么看咱们一家？爸妈，够了！爸妈，够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这大包小包的站在这里像什么样子？安顿？去哪儿安顿？酒店多贵啊！咱们这老老小小6口人，一晚上得多少钱？话先说在前头，我跟你爸都老了，手上可没有闲钱租酒店，所以要花销多少，还是得你们看着办。婷婷，你哪还有钱嘛？妈她是个心软的人，等她过几天气消了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还有商量的余地。咱们今天还是先去找个酒店凑合凑合吧。这事儿还用得着跟我说吗？你自己不也有钱，直接在手机上找个附近的酒店下单就好了。那个婷婷，你也知道的，我工资不高，前几天在三亚的时候给你买的那个钻戒就好几千，我的工资早就花完了。这几天在三亚5星酒店、海鲜大餐、购物消费，还有来回的机票，全都是我掏的钱，我也早就没有余额了呀。信用卡呢？先刷了应付2天也行啊，只要熬过这2天就好说了。没了，信用卡也刷爆了，这次旅游花销超标了很多，原本以为回来就能再问我妈要点钱，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啥？都没钱了？你看看，我就说你们花钱大手大脚，一点都不知道节省。我之前就说，大过年的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闲着没事去什么三亚，住什么5星酒店，吃那么贵的海鲜。现在好了吧？钱造完了，家也没了。这刚过完年，就准备让我们这老老少少的跟着你们喝西北风去吗？我妈妈，我要回家！烦死了！我要进去，这是我的家。
这女儿也真是胳膊肘往外拐，真不怕自己亲妈心寒。你听到了吗？大过年的就在门口吵起来了，这家人还真是不怕晦气一年。是啊，而且你听他们讲的，明明是人家女方家妈妈买的房子，这男方家倒是不要脸的想抢占，真是不嫌害臊。行了，妈，少说2句，别让人看笑话。你听我说，不用再讲了，我在三亚，归期未定，你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吧。还有，别再打这个电话了。婷婷，你干嘛去？他走就让他走，真是惯得他这个死脾气。以前看在房子的份上还能忍忍他，现在连房子都没了，要他还有什么用？妈，你根本就不懂，房子是被卖了，可卖房子的钱可还在那个死老太婆手上呢。再怎么说都打断骨头连着筋，哪怕是不看在婷婷的面子上，还有彤彤和妞妞这2个外孙子外孙女呢。现在哄好了婷婷，以后再去哄好死老太婆，这笔卖房子的钱还不是到咱们手上？有道理，春见啊，还得是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那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去追婷婷啊！快走吧。来到三亚后，我切断了与女儿的联系，选择完全放空了自己。在这里，我与我的老姐妹一起，终于是重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生活。我明明很早就退了休，却好像直到此刻才真正开始享受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光。虽然对我来说，世界彻底清静了下来，但我也知道，女儿一家的好日子不过是才刚刚开始。这次从三亚带回来的都是奢侈品，能吃的东西不多，牛肉给了爸妈，椰子汁和螃蟹肉给了孩子，现在就剩下面包了，咱俩凑合着吃点吧。婷婷，我知道你委屈，可是大过年的发生这档子事儿，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这次要怪，还是怪你妈，哪怕是有什么误会矛盾，都是一家人，有啥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开的？结果这次非要下这么狠的手，一点后路都不给我们留。怪我妈？李春见，你讲讲道理，还不是你妈整天在那说三道四，什么谁家媳妇儿能干，谁家亲家妈倒贴，谁家媳妇儿会孝顺公婆，一直阴阳怪气、炫耀攀比的。我才想着在过年带着你们一家人去三亚玩，在你爸妈面前表示一下嘛。还有过年的时候，如果不是你妈一直在唠唠叨叨，说什么过年的贼多、小偷多，只留我妈一个人在家不安全，我会在大过年的对我妈说出那种话，把我妈赶回家吗？婷婷，你这说的叫什么话？这件事情怎么能扯到我妈身上？难道不是一开始你跟你妈的沟通有问题吗？就像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在三亚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说清楚，不是不带你妈来三亚，或者是讲话的态度好点，事情肯定不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对，都是我的错。我妈说是我的错，你也说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既然没一个人觉得我好，那这日子还过什么？干脆离婚吧。婷婷，你听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婷婷，你别冲动，先听我说。放手！春见，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婷婷，你冷静点，大过年的可不能说这个丧气话。你好好想想，咱们要真离婚了，彤彤和妞妞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没了父母该怎么办啊？
婷婷，对不起，刚才是我把话说重了，我是心疼你，但我真的不是在怪你，也心疼咱们这个家，尤其是婷婷，你也得想想，咱们现在在这里再怎么吵都没有意义啊。咱俩在这儿互相埋怨，甚至闹离婚，最高兴的是谁？是那些看咱们笑话的邻居，最如意的又是谁？其实，看到我们闹离婚，最如意的人搞不好就是你妈。我妈？春姐，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你仔细想想，这卖房子可不是1天2天能办的事情，咱们不过就出去旅个游而已。这么短的时间，你妈就能把房子卖了，证明什么？明显是咱妈早就有了卖房子的心思，甚至早就开始准备了，根本就不是因为除夕那点事情的一时冲动，而是预谋已久，想看咱们家破人亡。预谋已久，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是我亲妈，她就算是再怎么生气，也不可能盼着我家破人亡啊！怎么不可能？你好好想想，大过年的她把房子卖了，难道就没想过咱们一家人会流落街头？这不是故意的是什么？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刚结婚的时候，她就看不起我，觉得我家穷，让我买了房子才能跟你结婚。当时也多亏你努力才说服了她，同意我们先在你家结婚，随后一定会努力买房搬出去。但我这么多年事业不顺，也一直没能完成这个承诺。妈她估计就是因为这个，才想着卖房子，所以现在就是要把你赶走，目的就是为了逼我们离婚，好让我彻底跟你分开以后，她能给自己再找个条件更好的女婿，说不定连人选都已经预定好了。他怎么能这么想？我是他女儿，又不是卖来卖去的商品，他凭什么决定我的婚姻？你再想想，她去三亚是跟谁去的？是她那帮老姐妹。那些老女人整天东家长西家短，有几个是舍不得的？说不定就是他们一直在背后撺掇，给你妈洗脑，让她把房子卖了，然后再把你介绍给别人，好让你妈拿着钱后半辈子带着他们逍遥快活。他们想得美，那是我家的房子，我家的钱，一群死老太婆也想惦记，做梦！不行，房子卖了，钱还在。我必须得给我妈打电话，跟她说清楚，我不可能会任由她摆布。这卖房子的钱也绝对不能让他们在三亚挥霍完了。婷婷，你先别急，现在跟你妈打电话是不可能打通的，要不你找找你有没有她那些老姐妹的联系方式。我哪有时间天天关注她的生活圈子，我也就知道她有几个老姐妹，她们偶尔聚会喝茶什么的，具体这些人都是谁，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现在压根就找不到他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继续待在这个破地方，等着他在三亚把钱花光吗？我手上就剩下几百块钱，就连这里的房子也租不了几天，咱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春熙园的那套房子虽然是你爸妈买的，但别忘了当初装修的时候，我们家可是也拿了钱的，所以他没资格说卖就卖。依我看，明天咱们还是得回小区，找个开锁的把门打开，先把爸妈和孩子安顿下来，然后再跟买房的人说清楚。这房子还有纠纷没有处理，逼你妈回家。对，你说的有道理，没人想买有纠纷的房子。我妈能这么快把房子卖了，肯定是没把事情跟哪家说清楚，所以只要咱们一闹，肯定能把我妈逼回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们压根儿不用着急，好好的睡一觉，等到了明天，一切的麻烦事情就都解决了。那就都听你的吧。小张，就是这里的锁，你看看怎么开，多少费用我待会儿转给你。春建哥，早就听说你住在春熙园，不过没想到第一次来你家里，居然不是做客，而是来开锁的。这不是一直没机会吗？今天正巧赶在这儿了，你先把锁打开，等进了家门，我让你嫂子炒俩菜，咱们今天好好坐坐。没问题的，哥。不过开锁之前，还请您提供房子的相关证明。春哥，那你把那个房子的那个相关证明给我看一下。小张，
也不怕你看笑话。其实这房子不是我的户主，是你嫂子他妈的房子。然后你嫂子跟他妈最近闹了点矛盾，结果我丈母娘一气之下，趁着我们还在三亚旅游的时候，直接就赌气换了锁，让我们一家老小从外地回来，愣是进不去家门。是啊，小张，也都怪我年前跟我妈拌了2句嘴，谁知道她脾气这么大，不仅把锁换了，连电话都不接。这冰天雪地的，老人和孩子还都在酒店等着回家呢。春建哥，嫂子，不是我不帮忙，主要是我们这行有规定，开锁前必须得看到房产证或者户主身份证，不然出了事我可担不起责任。理解，规矩我们都懂。你看，这是我们的身份证，上面户籍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这春熙园3栋2702。这身份证上的事情谁能作假？这真是我们家，户主是你嫂子他妈，叫宋雅芳，你说对吧，婷婷？对，宋雅芬，我妈身份证号是332211197011030714，你也可以当做备案记录一下的。小张啊，要是别人你不放心也就算了，咱们这都多少年的交情了，我至于骗你这个吗？现在已经是法治社会了，你尽管放心，只要你先把门打开，等联系上我妈，我第一时间把证明补给你，开锁费用我也给你双倍。是啊，小张，实在是麻烦你了，主要是我们孩子还小，酒店又贵又住不惯，孩子们这也真是一直急得没办了。春建哥，嫂子，这事儿不是我不相信你们，实在规定就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小张，再怎么讲都几10年的交情了，这么点小事还推三阻四的，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哥，你别激动，实在不行你找小区物业负责人，只要有人帮忙备案就行，否则没人敢冒这个险的。干什么呢？你们是谁？在我家门口干什么呢？就是他买走了这套房子。您刚刚说什么？这是您家？春熙园3栋2702，这是我刚买的房子。你们这群人是干嘛的？拿着工具想干什么？您可千万别误会，我是开锁公司的人，不是小偷。春建哥，你倒是说话呀！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的房子？笑话！这房子是我们家的，户主宋雅芬是我岳母，我倒要问问你是谁？就是，我们都在这里住了8年了，身份证上写的都是这里的地址，你凭什么说是你的房子？哼，原来你们就是那对不孝儿女，还真敢找上门闹事儿来了！你谁呀你？我们的家事轮得到你评头论足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不孝顺？你们的家事我当然管不着，但你们撬我家的锁，这事儿我就不能不管。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你的房子？证据？我当然有证据。看清楚了吗？白纸黑字，盖着钢印。我许建国在腊月28从原房总宋雅芳女士手中合法购买了这套房子，而且是全款付清，并已在正月初8完成了过户手续。现在我才是这套房子的唯一合法产权人。春建哥，你这干的算是什么事儿？这套房早就买了，你也不说清楚就敢让我开锁，这差点犯法，你知道吗？许先生，误会，都是误会。刚刚是他们2个人拿身份证说是户主的女儿女婿，也没告诉我实情，就哄骗我开锁。还好您回来的及时，否则我差点就上当了。这也不全是你的错，主要还是怪某些人的不怀好意。抱歉打扰到了您的生活，实在是感谢您的理解。我看您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我就先离开了。小张，你听我说，有病！怎么，你们还不离开？站在我家房门口等什么呢？你说你家就你家，刚刚的房产证难道你没看见？官方认证，白纸黑字，这里就是我的房子。有房产证又咋了？我妈卖房前又没跟我们商量过，这套房子装修我们也是出了钱的。这房子有纠纷，她凭啥说卖就卖？对，我们在里面住了8年，除了装修的钱，我们一家人的东西也都在里面。这买卖我们不认，我们有权利进去。纠纷？有什么纠纷？房产证上有你们名字吗？宋大姐已经把房子过户给我了，手续齐全，自愿交易，合理合法。至于装修出资，是你们和原房主宋雅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债权债务的？我就知道这房子目前有纠纷，
而且我们的东西在里面，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有权利继续拿回来。我再说最后一遍，原封主已委托搬家公司将你们所有物品都打包送回了老家，现在这里没有一件东西属于你们，请立刻离开，否则我可就要报警了。少给我来这套！有本事你就赶紧报警！这房子就是有纠纷，除非是你把我妈从三亚喊回来，否则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认。好啊，我总算是看懂你们想要玩什么花招了。你们在这一通闹事，为的就是想逼着我把宋大姐喊回来，然后你们好缠着宋大姐继续要钱吧？说，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什么要钱不要钱的？这是我们家的家事，跟你这个外人说不着。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宋大姐卖房的时候跟我提过几句，我原以为儿女只是不懂事，有点自私，现在看来，你们何止是自私，简直是没有一点良心！你懂什么？他不跟我们商量就卖了我们的房子，明明就是他的不对，凭什么说我们自私？你好意思说这话吗？宋大姐一个人把你养大，房子给你们住，还给你们带孩子当免费保姆，结果到头来落得除夕夜被女儿当贼一样防着，赶出家门的下场。这种事情换了任何一个人，心都得凉透。现在人家卖自己的房子，天经地义，你们还有什么脸在这闹？你少废话，说再多都没用。我今天把话撂这儿，除非你把我妈从三亚叫回来，把房子的事说清楚，否则我今天就待在这门口不走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行，真行，敢在我门前闹事儿，你们还是太嫩了点儿。喂，110吗？我要报警，地址是春熙园3栋2702，这里有2个人非法撬锁未遂，现在又赖在我家门口不走，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财产安全，请你们马上出警。你好，这里是110报警中心。报警又怎么样？这是经济纠纷，警察来了又能咋的？法盲，你们就等着看吧。你们谁是报警人？你好，我就是报警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请您详细描述一下。许先生，您说的问题我大概明白了，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肯定会妥善进行处理的。这里是许先生的住宅，你们2个围堵在别人的家门口做什么？知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同志，一切都是误会，不是我们堵在这里不走，而是我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卖了房，所以这套房子的产权有纠纷，我们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许先生的房产证，这套房子产权清晰，眼下的房主就是许先生本人。至于你们和母亲之间的家庭经济纠纷，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在这里干扰现业主的正常生活。你们违法撬锁以及恶意堵门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请跟我们回去一趟接受调查吧。等等，什么叫做我们寻衅滋事？我们也是被逼的，这房子我们有份的。他买了有纠纷的房子，他也有责任。你们难道不应该帮我们把卖房的人找回来吗？请注意你的态度，怎么解决问题，法律有规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这里胡搅蛮缠。你现在必须立刻离开，停止干扰他。我不走，今天不把事儿说清楚，我死也不走。这是我妈家，就是我爸的家。告审方告，带走。干什么？你们凭什么铐我？放开我！我没犯法！我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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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能这样？赶紧把人放开，我们才是受害者！老实点！百善孝为先，像这种不孝儿女，就应该受教训。
总算是回来了。春见呢？怎么就你一个人？事情解决了没？房子要回来了？摇头是什么意思？春见人呢？春见他被警察铐走了。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为啥春见会被警察铐走了？不是，是许老板那个买房的人，他报警了，说我们寻衅滋事。寻衅滋事？放屁！我们回自己家怎么叫滋事？都怪你，都怪你那个狠心的妈！陈婷，你可真是个扫把星、丧门星。自从娶了你，我们家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尤其是你妈那个老巫婆，心肠黑透了。结婚前就看不上我们家春见，现在更是玩这种鬼花样，连自己亲女儿、亲外孙都坑。大过年的把我们一家人搞得无家可归。现在好了，你妈把我儿子害进去了，这下你妈那个老毒妇终于是满意了吧？行了，你现在骂他有什么用？赶紧想想春见怎么办？怎么办？我能怎么办？都是他们家害的！我告诉你，陈婷，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你们母女俩就没一个好东西！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乖，妈妈在。造孽呀！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摊上这么个亲家，这么个儿媳妇儿，这日子没法过了，钱没有，房没有，现在人还要坐牢，我可怜的儿子啊！马上就要开学了，没有了学区房，彤彤和妞妞还怎么上学啊？春见，你回来了，没事了吧？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我没事儿，刚刚在局子里录了笔录，这次只是批评教育，我签完保证书就回来了。不过警察也说了，这次我是初犯，又是家庭纠纷引起的，所以才只给了警告。如果下次再去，就真按寻衅滋事拘留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酒店快住不起了，妈天天骂，孩子也天天哭。刚才老师还在群里发通知，孩子马上要开学了，要报备新地址。可我们哪还有地址能报啊？春熙园附近的房子租金我们根本负担不起，钱快没了，家没了，现在连孩子上学都成问题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完了？别哭了，婷婷，天无绝人之路。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到了个好主意，绝对能解决一切问题。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咱们现在还能上哪里去弄钱啊？哪里都不用去，还是得从你妈身上下手。春熙园那套房子，她可是至少卖了300万，手里有的是钱。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惦记着他？我也知道他手里有钱，可他现在人在三亚，电话也不接，摆明了是跟我们彻底断了联系。我们上哪儿找他去？难道你还要再去春熙园闹一次吗？警察都说了，如果再去闹事儿，可就真的要把你拘起来了。那姓许的是个狠货，再去闹也没有用，所以都到了这个时候，必须得更用一些更极端的方法了。极端的方法？什么意思？你看，现在是网络时代，什么最能逼人现身？当然得是舆论。我的意思是，咱们也开直播，而且就在这破宾馆里开，让全网人都看看咱们现在过得惨状。甚至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母亲除夕夜狠心卖房，女儿一家6口无家可归，孩子面临失学，跪求网友主持公道，绝对能吸引到大流量。只要咱们的直播一火，舆论发酵起来，成千上万的网友都会站在我们这边，谴责你妈为富不仁，狠心抛弃骨肉，看她还能不能在三亚待得下去。等她撑不住了，就会把钱给我们打过来，到时候我们就有钱了。直播？这能行吗？把这事情闹到网上多丢人啊！丢人？婷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彤彤和妞妞上学重要？是咱们一家老小有地方住重要，还是那点可怜的自尊心重要？而
而且再说了，这件事情怪我吗？是我不想要面子吗？还不都是你妈她这次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不仅不给我们活路，甚至连妞妞和彤彤都不管不顾。而且咱们也不添油加醋，咱们就实拍，拍这破宾馆的环境，拍孩子哭孩子闹，在直播里你就讲你妈怎么为了一套房子在大过年把你们赶出来。咱们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彤彤和妞妞，是你妈不仁在先，就不能怪咱们极端。你说的对，他都不顾我们的死活了，我还在乎什么丢不丢人的？只要能把事情解决，让彤彤和妞妞有学上有家住，脸面算不了什么。这就对了，婷婷，你能想通就是最好的事情。只要舆论起来了，就不是咱们求他，而是他要求着删视频。哼，到那个时候，卖房的钱他一分不少的都得补偿给咱们。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就明天，趁热打铁。我去弄个手机支架，你再好好想想怎么说怎么哭才最让人同情。咱们好好的给妈一个惊喜。亚芬，你真不担心吗？估计孩子那边现在已经闹翻天了吧？说不担心是假的，毕竟是自己身上掉出来的肉。但王姐，我的心寒透了。老妹妹，我理解你的心情，有些孩子就是被惯坏了。希望这次他们狠狠跌一跤后能够长大一些，意识到什么叫做珍惜和感恩吧。我想他一定会看到的。或许吧。亚芬，不好了，亚芬，出事了！李姐，怎么了？跑得这么慌张？咱都是一把的年纪了，可得注意腿脚啊！亚芬，可不能怪我们着急，是你女儿跟你女婿居然在网上开直播了，现在可正在说你坏话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陈婷，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打扰到大家。今天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才希望能在网上通过大家的力量，帮我联系上我的母亲宋雅帆。我想我妈妈了。竟然真的是婷婷。通过电话联系不上我，就想要通过这种方式逼我出来吗？看来还是我想的太天真了，被宠坏了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反思。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一个廉价旅馆，总共也就10平方，却挤着我们一家6口，2个老人，2个孩子，2个大人。因为地方太小，我的2个孩子晚上睡觉只能跟老人挤在一起，连伸腿的地方都没有，根本就休息状态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大家好，我是陈婷的丈夫李春建。我妻子最近因为这些事情，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很不好，所以还是让我来讲讲都发生了什么吧。其实事情的经过还要从大年30晚上说起。那天晚上，我的妻子因为出去旅游的事情，跟她的妈妈有了一些争执。当时的我们也没想太多，只以为一家人没有隔夜气，过几天把话说清楚也就好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也就在我们一家人旅游回来后，才发现我妈她居然已经把我们住了8年、倾注了不知道多少心血的房子卖掉了。由于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才导致我们实在是迫不及防，没有办法应对。所以，旅游回来已经没钱的我们，只能不得不在大年夜流落街头，找了这样一个廉价的宾馆住下。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学区房没了，我们也找不到其他的固定住所，孩子在学校报不了名，马上就要没学上了，我们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妈，千错万错都是我和婷婷的错，您生我们的气可以，但彤彤和妞妞是你的亲外孙啊。是啊，妈，你要是能看到直播不心疼我们，也总得心疼一下彤彤和妞妞吧。亲家母，不管有啥错，你跟大人置气也就算了，但孩子都是无辜的。
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难道你这个做姥姥的就忍心看到孩子们没有学上吗？妈，如果您在看，或者您的朋友在看，能不能请您回来，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当是为了孩子，算我求您了。无耻，太无耻了！他们怎么有脸这么说？是啊，大年夜发生了争执，到底发生了什么争执？他们怎么不敢说清楚呢？这不就是在偷换概念？大过年的被当作贼赶出了家门，这种事情放谁身上谁受得了？这群网友也真是啥都不清楚就在骂人，不知道造谣起哄也犯法的吗？这就是我养大的好女儿和她选的好丈夫吗？为了钱，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甚至连最后一点脸面都不要了。先前真是我太傻了，竟然还会觉得这些被宠坏的刁蛮子女能学会反思。这分明就是一对根本不知上进的魔童。雅芬，这事儿肯定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啊！网络的力量多可怕，网络力量多可怕，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对你抹黑下去。当然不能放任不管。张姐，帮我个忙，你拿着手机，咱们也开个直播，直播标题就叫回应卖房。回应卖房，一个母亲被寒透的心与一场精心策划的网络绑架。妈，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不管您有什么怨气，都冲着我们来。求求您，看看孩子，看看这个家，回来吧。发财了，发财了！真没想到网上有这么多的蠢货。早知道直播这么赚钱，我还需要惦记那死老太婆手上的存军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和春健还有孩子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家。真诚的祝每位好心的老板一生平安。这我好奇，怎么办？该不会真是妈开了直播间吧？应该不可能，妈是个要脸的人，平常最在乎家丑外扬了。我估计就是个路人想蹭热度吧。而且再说了，就算真是妈开直播又怎么了？咱们有理，咱怕啥？大家还是要注意，千万别被骗了。对面可能是什么蹭热度的，我妈她年纪大了，不太可能会开直播。如果真的看到了我们，应该是会电话联系我们的。回来了，卧槽！旁边直播间真是那个恶毒丈母娘。咋回事啊？人咋都跑了？还不清楚什么情况，得去他们说的直播间看看。真是这个死老太婆，她怎么敢开直播的？真就一点脸都不要了。妈，我叫宋雅芬，我看有很多人都叫我恶毒丈母娘，也有很多人叫我蛇蝎心肠的毒妇。不过我感觉这些形容都不太切切。如果让我自己评价自己的话，我其实想说，我也就是个在大年夜被自己亲生女儿以怕丢东西说不清为由而赶出家门的寒心母亲罢了。
我看大家都在好奇卖房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我干的。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想想，如果这真的是我女儿和女婿买的房子，我凭什么能卖掉它呢？我叫宋雅芬，今年53岁，早年丧偶，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现在在网上直播说我狠心卖房的陈婷。至于春熙园的那套房子，其实是用我和我先生早年的积蓄全款买下来的，也算是我丈夫想要留给我养老的底气和念想。这是之前的房产证照片，大家可以看，上面本来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就如大家看到的那样。8年前，我的女儿结婚时，一家人暂时没房，曾经多次来找我商量，想要先住进我老公给我留下的这套房子里。当时我心软，也知道他们买房压力大，就先让他们搬了进来，说好是暂时过渡，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过渡就是整整8年时间。这8年的时间里，不仅我的女婿和女儿住在我的房子里，甚至连我女儿的公婆也都搬了进来，睡在本应该属于我的主卧，甚至在这套房子内，就连我女儿养的宠物狗都有自己的房间，而我却只能睡在书房的行军床上，负责着一家人的3餐家务，帮忙带大了2个孩子。8年了，我没要过他们1分钱房租或者是生活费，甚至就连他们的水电气物业费，很多时候也是我垫付，这些都有转账记录，也有邻居可以作证。在此之前，我从不觉得委屈，因为那是我的女儿，我的外孙，为了他们的幸福，我愿意忍耐。直到今年的除夕夜，我女儿一家6口已经订好了去3亚旅游的机票，却以怕东西丢了说不清为由，将我赶出家门时，我才彻底寒心了。在那个我付出了8年心血，睡行军床当免费保姆的家里，我只是一个需要被防备的外人，甚至是个潜在的贼。从那以后我就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没必要为我女儿的婚姻和人生买单一辈子。所以我卖了春熙园的房子，来到了我一直向往的3亚，见到了我很久没有联系的老姐妹。或许在大家的眼里，我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恶毒丈母娘，但我觉得也只有像现在这样，我才算是有了真正的生活。各位网友，你们不要被带了节奏，这件事情里还是有很多误会在的。比如，虽然房子确实写的是我妈的名字，但当时装修我们也花了钱的啊。所以她不跟我们商量就把房子卖了，这件事情肯定是做的不对啊。装修花了钱？她不提这件事情，我倒是真的差点忘记了。是，我承认，我当时是拿了李春建10万块钱用来装修房子。不过，那10万块钱可是我女儿嫁出去的彩礼钱。8年前，我女儿陈婷要和李春建结婚。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男方要给彩礼，不多，也就是10万块钱，图个吉利，也是个态度。当时李春建私下里找到我，阿姨，我和婷婷是真心相爱，彩礼也就是走个过场，反正以后这钱也是我们小两口过日子用。我跟婷婷商量了一下，我俩想的都是现在春熙园那房子要装修，正好缺一笔钱，不如就把这10万彩礼直接拿来装修房子吧，也省得转来转去麻烦。阿姨您觉得呢？我当时想，孩子们刚结婚，处处要花钱，他说的也有点道理，而且装修房子也确实是为了他们好，就同意了。这10万块钱他直接转给了装修公司，结果我也不知道这钱他是怎么花的，10万块钱竟然就只装修了个给他自己父母住的主卧，后续的装修还是我贴了30万进去，房子才终于全部装修落地。哼，我是真没想到，他现在居然有脸在网上跟我要这10万块的装修钱。那要是这么算的话，我女儿的陪嫁10万，5金首饰，还有这么多年的房车使用，她又该欠我多少钱？李春建，这是什么意思？我妈说的是真的，当年你压根就没给我妈彩礼钱，装修出钱也是骗我的。我骗什么了？谁规定的彩礼钱就不能拿来装修房子了？再说了，装修好了房子不还是咱们一家人在住吗？建里，那是我的彩礼，本来就是我妈该拿到的钱，你没给我妈就算了，还
还骗我你装修拿了全款，你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们家？你算计我！陈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都是一家人，有啥算计不算计的？我看看这死账，有病！虽钱是春建挣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装修房子怎么了？还不是为了你们小两口好？你现在倒好，怎么还跟你那个妈联合起来指摘春建了？果然都是没良心的东西，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李春建，这么多年了，我在我妈面前哪次不是护着你说你的好话？结果呢？这么多年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情？不是，婷婷，你听我解释。缩了，你缩哪来？松开，快松开！你们这是干嘛呀？还在直播呢！既然事情已经澄清，那今天的直播就先这样吧。很抱歉，麻烦到大家看了一场闹剧，只希望天下的可怜父母能从我的事情上学到一些教训。雅峰，干得漂亮！我是真佩服你刚才那淡定的样子。要是我遇到这种事儿，别说安静的在屏幕面前讲道理了，怕是张口就要骂人。我要真像你那样直播，直播间早就被封了，哪还有机会把事情澄清清楚啊？这个李春建真不是东西，造谣博同情骗钱，完全不怕雅峰这么大年纪了会不会被网暴伤害到，也得亏是我们雅峰心态好，才没让他给气糊涂了。哪有什么心态好不好的，经历的事情多了，自然也就锻炼出来了。比起在家忙死累活的8年，这不算啥。那老姐妹，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知道你是个要面子的人，婷婷带着2个孩子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指不定会有什么亲朋好友会戳你的脊梁骨，这次你能狠下心来吗？哎，老姐妹啊，这次你好不容易解放了出来，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再回去把自己困起来啊！放心吧，老姐妹们，我知道你们的苦心，既然出来了，我当然不会再重新回去当一个碍事又讨人嫌的老太婆。事情是自己做出来的，他们有能力就自己去扛，没能力哪怕是洪水滔天，也是他们该面对的压力，我不会替他们扛一辈子了。我这前半生为父母活，为丈夫，为女儿活，这后半子啊，我只为自己活。好啊，雅芬，能想通就好。对，去他的什么儿女家庭，辛苦这一辈子了，以后咱们只为自己活。李春建，你从结婚开始就在骗我，彩礼是假的，装修出钱是假的，你嘴里到底还有没有一句实话？婷婷，你先放开，你听我解释。陈婷，你快不能！陈婷，你个死丫头，快放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想累死春姐了？妈妈，别打了嘛！打，让他们打！我倒要看看今天这俩人能不能把天捅破。你真的是这么想我的？够了，陈婷，你还想要闹到什么时候？李春建，你推我，长这么大我妈都没碰过我一下，你居然敢推我！看看你干的好事儿，直播被封了，钱拿不到了，账号也要没了，全完了，这下你满意了？我干的好事，李春建，难道不是你自己做了丧天良的事情被网友发现举报了吗？你有什么脸怪我？怎么不怪你？本来打赏的钱都拿到手了，要不是你非在直播间里闹事儿，直播间能被封吗？钱能被发走吗？你可真是个败家玩意儿！陈婷，我告诉你，也就是你那个贱皮子的老妈才有耐心宠着你，就你这被惯坏的大小姐脾气，你以为如果不是你家在城里有一套房子，你妈手里还有点存钱，我能瞎了眼娶你？李春建，你疯了！你在说什么？我妈先前说你们一家人都是白眼狼，我还不信，现在才知道原来真是我太傻了。李春建，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你敢跟我离婚？离婚？我他妈让你离婚！我让你离婚！离婚？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离婚？也不好好动脑子想想，这么多年以来，你有上过1天班吗？就你现在这样，欠了一屁股的信用卡，你妈已经不管你了。要是跟我离了婚，你真以为你还有活路？就是，春建之前还是太惯着你了，才让你这脾气越来越大。
还离婚？要离婚行啊！你妈不退彩礼钱，你把彩礼钱退了，否则就别想走。你们！我们什么？今天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现在钱没了，房子没了，既然孩子在城里没学上，那就跟着我们回老乡下去。我妈年纪大了，等回了老家，家里的家务活你给我好好的干，你也就剩下这么点价值。要是还耍你这大小姐脾气，当心我天天揍你！你信不信我抽你？爸爸，别打妈了，别打妈妈，别打妈妈。都烦死了！滚滚滚，都赶紧滚！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都怪你个晦气东西，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洗你的衣服！自从那天直播结束后，李春健就带着回了农村，因为在网上成了有名的骗子。他没多久就丢了城里的工作，转而将所有的失意和怒火都变成了砸向我的拳脚和辱骂。你个死丫头，还在这干什么？我的婆婆仿佛成了一名监工，喂鸡、喂猪、洗衣做饭、打扫全家。我成了这个家里新的、更廉价的免费保姆，非打即骂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是谁啊？关你屁事！晦气东西，滚你的柴房睡去！他甚至在喝醉后把别的女人带回家，而我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一个人带着孩子睡在柴屋。那一刻我才明白，从前我妈睡在书房行军床上时，心里究竟是什么鬼问。陈婷，别磨磨唧唧的，把杂物收拾好，赶紧去喂猪了。我知道了。这是彤彤今天会笑了，眼睛弯弯的，像个小月牙，像极了婷婷小时候的样子，看得我心都化了。壮壮半夜发烧了，39度2，怎么都退不下去。婷婷没在家，我守了一晚上，孩子才退烧，真是吓死我了。婷婷说很久没有吃到我做的虾了，孩子最近好像瘦了不少，是得给做顿好的了。年货都备齐了，给彤彤妞妞的红包也准备好了，塞了崭新的票子，孩子们应该会开心。婷婷说今年要带我去三亚看看海，期待。这次是我们一家6口出去玩，妈那边还是下次单独带她去吧，怕丢东西说不清。妈，我真不是人，我不是人，我错了妈。耗什么丧？猪喂了吗？地扫了吗？就知道躲懒。这是什么东西？还给我！反了你了！跟谁说话呢？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什么晦气东西你都当个宝贝？给你，拿上东西赶紧干活，要不然晚饭别想吃。妈妈，我饿了。乖，妈妈马上洗完衣服就给你们做鸡蛋面，好不好？妈妈，我想吃姥姥做的糖醋排骨。妞妞、彤彤，你们想姥姥了吗？那妈妈带你们去找姥姥好吗？如果姥姥还愿意见妈妈的话，可能只有当了母亲才会知道，母亲与孩子的爱似乎永远是不平等的。就像在我母亲的日记里，她记得每一样我爱吃的菜，而我却已经没有印象，我的母亲究竟爱好什么样的口味。孩子总是享受着母亲最深沉的爱，却又将这份爱意当做了理所应当，根本不懂得其珍贵。我只知道她是一个母亲，却也忘记了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将半生时光和心血全都奉献我了的伟大女人。原本我想带着彤彤和妞妞一起来见见她，不过最终我还是一个人来了。
因为我知道我做出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原谅我，甚至说还是否愿意见我。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还有机会能够重新做回那个他所骄傲的孩子。谁呀？婷婷，妈妈，没有要赶你的意思，我这也是为你好。你一个人在我家，万一丢了什么东西，你也说不清。宋亚芬，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在耍什么脾气，你现在都立刻给我回来，然后把我的房子要回来，别再继续疯下去。果然，该来的总会来啊。妈，进来吧。看来妈在离开了我之后过得很好，太好了。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妈，房子的事儿是我混蛋，我说了那么混账的话，我简直不是人。我这段时间每天都在想以前的事，我忘了您是怎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忘了您是怎么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忘了您在我生病时整夜守着。之前全都是怪我混账，我只想着自己，想着李春健，想着他爸妈，我让您受尽了委屈，我把您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我还跟外人一起算计您。妈，我看了您的日记，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儿，你受的每一分委屈我都看到了，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我每天都在后悔。妈，您骂我吧，您打我吧，只要能让您消消气。陈婷，你是我女儿，我生你养你，这份血缘永远改变不了。但我也是个人，我有心，会疼，也需要被尊重，被当人看，而不是一个随时可以牺牲用完即弃的工具，或者一个需要防备的外人。妈，我错了，对不起。那套房子是你爸走了之后留给我最后的底气和念想，是怕我老了无所依靠，我让你们住进去是情分，是心疼你刚成家不易，不是我的本分，更不是你们理直气壮霸占甚至盘算着过户的理由。我帮你带孩子，操理家务，睡书房行军床，掏空积蓄贴补你们，是因为我爱你，心疼你，想让你轻松点，不是因为我欠你的，更不是因为我活该。父母的爱不是你肆意挥霍甚至轻贱的理由，爱是相互的，尊重是底线。钱我现在不缺，卖房的钱我会好好规划我的晚年，做我想做的事，去我想去的地方。你放心吧，我是你妈，我不可能会去恨你们。至于以后你们的日子，得你们自己过，是苦是甜，都是你们自己选择自己承担的结果。我能帮的以前已经帮得够多，也错得够多了。以后除非是遇到天灾人祸，救急不救穷的真难关，否则我不会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大包大揽，牺牲我自己去填你们的无底洞了。妈，您说的对，您该享福了，是我不懂事，以前是我太混账了。妈，我想好了，等回去我就去找工作，不管多苦多累，我得自己立起来。彤彤和妞妞，我也得为他们负责。你能这么想是好事儿，路要自己走，日子要自己过，谁也替不了你。
妈，您过得好吗？我看您气色很好。挺好。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书法、摄影，天气好就跟老姐妹们出去走走。三亚之后又去了几个地方，这是我们在云南照的。那件酒红色大衣我常穿。王姐他们都说我看起来不像当外婆的人。还有，你爸生前最想去看看江南的古镇，接下来的时间我可能还会出去旅游一趟。妈，多出去走走吧，爸他如果知道了也会支持你的。妈，我该回去了，再晚就没有车了。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妈，谢谢您，谢谢您还愿得见我，谢谢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会努力的，努力做个好女儿，也努力当个称职的母亲，过好我自己的日子，也希望您一定要保重身体。你也是。自从那天女儿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又回归了她应有的宁静。我不再是谁的附属，谁的保姆，我只是宋雅芬。我参加了社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和摄影，也经常和老姐妹们聚会，趁着天气好时四处走走。我没有主动联系婷婷，因为我和她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模式了。未来还长，对于我而言，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于婷婷而言，她的考验也才刚刚来临。但无论如何，每个人终究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走好自己的路。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件事情中吸取到了教训，或许这就是所谓人生的成长吧。自从那天从母亲家走出来后，我没有食言，我不愿意再做依赖任何人的吸血虫，所以回家之后，我果断就跟李春坚提出了离婚，带着彤彤和妞妞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我找了一家餐馆工作，虽然工作很累，钱总不够用，一个人带孩子也总会手忙脚乱，但我的心里是踏实的，因为每一分钱，每一顿饭都是自己挣来的。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立得住，才能给孩子遮风挡雨，也才能有脸再去想女儿这个身份应该怎么样去承担。或许我的母亲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我们之间可能要永远存在裂痕，但无论如何，自己选择的路就该自己承担。我永远也不会缺少为自己而获得勇气和直面错误的清醒。雅芬，听说婷婷最近跟李川健离了婚，自己在县城打工，带着孩子过了。应该是的。哎，这孩子也算吃了大苦头，知道回头了。俗话说的知错能还善莫大焉，你这心里能放下了吗？说完全放下是假的，那道口子太深了，哪怕是我不去想也根本忘不掉。但是她毕竟是我的女儿，我也恨不动她。相反的，本报告看到她愿意自己爬起来走正道，我这心里还松快了些。这当老人的呀，有的时候还真就是贱骨头，不管儿女争不争气，这心里依旧总是想不开放不下，还会时常惦记着他们。是啊，父母的爱是无私给予，儿女的爱却总是加倍的索取。以前我也觉得做母亲的就该为子女付出一切，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也是经历了一件件事情后才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只希望这天下的父母都能被子女温柔以待吧。